Hello， 大家好，我是蓝手人设计师 Jimmy。今天欢迎来收听、观看我们的影片跟 Podcast。我们经过很多的观众的这个反馈之后，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这个我们4K 的 Podcast 付诸于付诸于行动。我们决定就是开了这个 Apple Podcast and 这个 Spotify 的 Podcast。OK， 所以以后大家在上面只要搜寻蓝手人设计师 Jimmy 的话，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台。那现在的阶段，我们刚好处于就是还在把我们以前旧的一些影音档 upload 上去的阶段，所以应该现在上去只有几十集。那这2个礼拜内，我跟小编会陆续把剩余的集数补到跟 YouTube 这边是同步，所以以后你们看影片的话呢，原则上就会是两边时间是差不多的。OK， 那讲回来，今天呢，因为我们要把2只看起来很安全，但是其实都很有个性的劳力士拿出来做一个讨论，也是一直以来大家都很关注或好奇。抱歉了，深夜喝个咖啡，因为我有这个很严重的咖啡上瘾症。大家对于劳力士其实都觉得它高不可攀，那可是其实劳力士有3个还不错，我觉得可以去做入手的一个选择。一个是这个 Oyster Perpetual， 那 Oyster Perpetual 我们之前有稍微聊过，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之前的集数，那是专门在讲 Oyster Perpetual 的怎么去玩它，是主要就是玩颜色啦。那其余部分其实我觉得它没有到那么特别。今天讲的2只刚好有比较对于劳力士比较有意义上面的一个代表，一个是 Air King 的126900，以及这个 Explorer 40的这个 millimeter 的版本224270。那为什么我会拿这2只出来讲呢？这2只表放在桌上，你可能一眼都会觉得，黑面都是40 millimeter， 都是3针，然后也不太显眼，感觉很像差不多。可是我觉得戴上去的那种感觉，就是 Air King 是那一种，就是你走进咖啡店，其实真的有玩表的人会多看一眼，但是 Explorer 2则是那种你戴一整天也不会有人发现，但是你自己会觉得说，我很满意，就是我有这一只很不错的这个劳力士。这2只其实都不是最安全的选择 ，I gotta be honest， 就是真的是这样子。你去看 Datejust 36或者是 Oyster Perpetual。那种低调又是更低调到不行，对，就是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拍这一期？因为有一群人就是嘴巴讲说想要低调，但是心里面都在想，我可不可以在同一笔预算里面挑一支不那么无聊的劳力士？那当然了，这些 sales 贵哥非常聪明，他们会直接丢这2只在你们面前。Air King 要不要看一下 ？Explorer 40也可以看一看。所以你就开始纠结，哇，同样都是40 millimeter， 同样都是100米防水，同样 Oyster Perpetual 的这个表壳 Oyster 链带里面的机芯也是一样，3230 70小时，每天正负2秒钟，那一样都是这个 Parachrom 的这个游丝 Chronergy 的这个轻重，那规格都一样，价格都只差一点点 ，OK， 大概差不到1万块吧。那你可能这时候心里面又在想干话，就是。2只都长差不多，那不然我们就挑便宜的那一只好了。错，这2只如果只用便不便宜来选，你之后10年看着你的手腕，你会越想越不爽。所以这支影片我会做3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会把这2个家族的人格特质跟大家讲清楚。第二个就是 Air King 它是一直被误解的一个怪胎。在劳力士家族里面，它算一个怪胎了。那 Explorer 则是那个被神化过头的那个乖学生。我会用设计师的职业病，从表壳、护肩、面盘资讯、阅读性，说出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最后会说明白什么样的手腕、穿衣风格、心理状态适合选哪一支，才是真正对自己的诚实面对。在开始之前，一样工商一下。如果你们喜欢这一种不是在背规格，而是在吐槽你买表心态的这种影片跟 podcast， 记得帮我们在 podcast 里面点个评论，按个5星帮我们在影片里面点个赞，订阅频道，开启一下小铃铛。这些动作不多，
也不会让你花一只劳，但是会让 YouTube、让 Podcast 愿意把这个演算法继续推给更多人，那我就有更多借口可以拍更多的东西。OK, ready? Let's go. 我们从 Air King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角色开始说起，我都叫他怪胎啦，就是他真的是个怪胎，就是绿色的这个logo， 然后奇怪，明明就是一个 Air King， 为什么会用这种赛车计时码表的倒数计时的时标？1945年，劳力士弄出一系列的 Air 开头的手表，其实他那个时候是要送给二战期间的这个飞行员。那 Air King 其实就是从中衍生出来的，留在行路里的那一只。早期它只有34个 millimeter， 那 Air King 很单纯，时间显示、棒状刻度、Oyster 的这个壳，甚至被很多人当成 Explorer 的小1号来戴。但是，一直到2014年，34mm 的 Air King 突然停产，那大家以为这个产线就这样停掉了。结果到2016年 ，Rolex 突然端出一只完全不一样的 Air King 116900。那一代发生什么事情？首先，他把壳型变成 40mm， 再来，他用 Milgauss 的那一颗3131的抗死机芯加上软铁内壳，所以这只表它变得更厚更重。那面盘则直接参照了这个Bloodhound 的这个 SSC 超音速的这个车的仪表，外圈一大圈大号的阿拉伯数字5、10、20，然后里面再加上了369的大三角形。那绿色的棒棒糖秒针，黄色的这个皇冠，绿色的 Rolex， 你说这个设计的好不好？我其实从我们自己是做设计师的角度，我会觉得。这对于一个100年品牌、遵循传统的品牌 Rolex 来讲，它已经算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一个动作，已经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动作。但是以 Rolex 的用户来讲，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怪的一个动作，所以很两极，有人爱到爆，有人直接封它为劳力士最丑的一只表。OK， 这个是我们去统合大家对于这只表的一个评价，不是我个人的评价。OK， 那直到2022年呢，品牌知道自己也该做了一些功课，所以推出了改款的 Air King 126900。那这一代的改动主要有几个重点哦。第一个是壳型重做，它一样维持 40mm， 但整个 case band 变成了更平直、更分明的线条。那最重要的就是加上了劳力士运动表系列一贯都会有的护肩。那这个是 Air King 第一次有这个 Crown Guards， 视觉上瞬间变得跟其他的专业运动表就感觉血脉更统一，更像同一个家族。那比例有一点调整，有变薄，拿掉了这个内铁的软壳，厚度压到 11.6 左右。OK， 那有人测出来是 11.59 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那 lug-to-lug 表耳到表耳呢，大约是落在 47.5 左右。那表耳间的距离是21，又是一个很怪异的数字，所以如果要玩表带的话，就大家要挑比较会比较局限一点点。不过这个也不太影响上手的整个比例感，比上一代其实顺了非常多。那把原本单独的5改成了05，让05跟它对面的55，它在11点跟1点钟的这个方向产生一个对称，所以整体来讲呢，会比上一代呢是更顺眼很多啦。OK， 那369改成了实心数字，里面再填上 Chromalite 的夜光，所以它整个阅读性跟前一代是完全不一样。那机芯换成了没有日期的这个3230， 70小时动力储存 Chronergy 的擒纵，然后蓝色的 Parachrom 的游丝。那官方有这个 Superlative 的 Chronometer。OK， 所以是超级天文台，所以大家知道劳力士的标准 ，OK， 它全部通通都给到这次 Air King， 这一次没有大小眼，也没有因为它是比较入门的表款而阉割掉了一些东西，所以 Air King 的故事其实就是从一个很朴素、很 entry level 的一个 Rolex， 突然变成了一个设计很概念，从126900这一代被修成了，虽然它还是保持了那一个怪，但是它更实际也更好戴的专业运动腕表。OK，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Explorer。1953年呢，希拉里跟他的这个登山团队登上这个圣母峰，那劳力士立刻把这个故事包装成 Explorer 探险者的精神，送给这些探险家。在上山下海的人戴，最经典的就是后来的1016。
那一只老表，36mm 369配上黑面 Mercedes 的指针这个长青的设计。那这一条路线下来呢，其实变化就只有尺寸跟一些小的微幅度的调整。后来的114-270 36mm 当然是很多人心中所谓的黄金尺寸。那这边我就不提那个日本的演员带来这只表之后多帅多帅，我自己不觉得这只表有多帅啦，就是木村拓哉自己本身很帅啦，所以其实就算今天他带的是一只 Seiko 也会风靡全世界的，根本就不需要靠他。OK， 那再来后来一个版本是214-279，那214-270那它是39mm，在2010年稍微放大的版本。那刚出来的时候呢，有些人嫌它的指针太短，然后后来他又做了 Mark II 的修正，直到这个124-270又回归到了36，是在2021年重新再等于有点像是 reissue， 有点像是致敬这个最原版的114-270的感觉。那但现在主流的腕表的审美，有一群人就是觉得36太小，所以2023年劳力士干脆再做了一支224-270，它并没有取代36mm，而是并存。那224-270做了什么呢？基本上呢，它的表壳来到40mm，实际的测量，很多人都说戴起来真的没有像40mm这么的巨大。然后它的厚度跟 Air King 一样是11.6，那表耳间距一样是21，整体比例拉大 ，Waist Explorer 一贯的 Smooth Bezel and Oyster 的这个壳，那面盘几乎完全沿用36mm 的这个黑漆面，369的白金数字，棒状的刻度，填上了 Chromalite 夜光。我觉得这两只表听到现在，有没有觉得他们的壳应该是用同一个？对，至少我是这样觉得。OK， 那机芯同样是3230，跟 Air King Sub 的无日期版是什么124-060，用的都是同一颗机芯。然后简单来讲啦，今天 Air King 126900是把一个很极端的设计拉回到一个可戴，然后比较有特色，你要说怪也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范围。但是 Explorer 40则是把一个极端保守的经典放大到一个比较合乎现代审美尺寸的一个大小，所以你现在还在用差不多规格来看这两只表，其实我觉得就已经输了，因为真正的差别不是这两只表的规格，而是它的个性。我们从远的轮廓开始看，你把这两只表放在桌上， Air King 有护肩，整个轮廓更接近GMT Master 2那种专业运动表的线条，整个 case band 更平直，零线更分明，镜面反光很直接，带一点点那种刀刃的表壳。Explorer 40的42这个224-270，它没有护肩，然后它的壳型是更舒适的那个圆弧形的这个表壳，所以视觉上它会比较像是放大版的 Datejust 36。OK， 也有点像放大的124-270，因为它的那个壳身是比较没有那个垂直的那个运动款，它是圆润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如果同时有这个去试过 Datejust， 有试过这个水鬼的话，大概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轮廓上来讲 ，Air King 比这个 Explorer 40多了2个字啊，不对，多了3个字。它的攻击性，它更 aggressive， 戴在手上 Air King 就是好像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劳。那 Rolex 的 Explorer 40则是这是 Explorer， 它很干净，它很经典，它是一个表带怪物。OK， 那我们再看看面盘 ，Air King 的面盘呢，我觉得它算是比较像是高资讯密度的一个设计。外圈有这个0510、2025一路推到这个55，那内圈则是用369阿拉伯数字12点钟在一个三角形，再搭配上黄金的这个皇冠、绿色的 Rolex、绿色的棒棒糖秒针，然后手写体的 Air King logo， 我觉得就是很有 Air King 自己的特色。然后它还有一行这个 Superlative 的 Chronometer 的认证字样。那你可以把它想成飞机的仪表板缩小塞在手腕上面，那就会蛮好玩的。但是大脑要处理的东西很多，
12690它把5改成了05，那369它加了这个夜光，所以它整个平衡感其实比上一代的16900好了非常多，整个阅读性也高了一大截。那 Explorer 40则是走另外一条路，简单的这个 minute track 369棒状刻度 18K 的白金实心的这个时标填满 Chroma Light， 那白金字样白色字样之表保留了最必要的资讯。OK， Rolex Oyster Parachrom Explorer 下方2行认证字就直接拿掉，让它整个画面呈现最干净的状态。Air King 是把那一种 grid 全部画出来的 poster， 充满刻度、层级、颜色的点缀。那 Explorer 40则是把所有可以删除的线条通通拿掉，只留下那种最简单、最原汁原味的极简的风格。所以你说哪一个是好的设计？如果纯论功能，我觉得 Explorer 2比较像教科书，扫过去你很快就可以阅读到时间，夜光分布均匀，晚上你也不用想太多，佩戴它你也不用想太多，心里面没有什么压力，面盘有着大量的留白，所以其实眼睛在看表盘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轻松。很日常。那 Air King 的典型则是有个性，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 bug 在，就是它分钟刻度很醒目，理论上对于飞行计时有帮助，但在现实中你又在想着我要看几点，所以眼睛常常会先被这些秒针、皇冠给吸引走，最后才会回来找时针跟分针。所以如果你是那种看时间脑袋会放空，想一下晚上要吃什么的人，那 Air King 应该会比较辛苦一点的。Explorer 40则是比较像是一个干净的一个电脑桌面，它就是默默告诉你所有你需要的资讯。所以 Air King 在目前的 Rolex 的这个产品线里面是唯一一支用数字混合飞行刻度的一个品牌特色的一个我会觉得它比较偏向实验性的一个设计。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设计在劳力士里面反而是独树一格的，并不是一个缺点。OK， 那 Explorer 40呢？它则是没有多余的创意，它的价值在于把一个最经典的事情放大成一个不同手腕也能够驾驭的尺寸。所以对于某一群人来讲，真正有味道的是老的36mm， 那一种尺寸比较拉扯在历史的那个角度。40mm 则是更像现代市场需求的一个产物。所以如果你追求的是这只表以后回头看起来哪个更有时代味，其实我觉得 Air King 会比 Explorer 40更有多了一点点戏份。如果你追求的就是我只要一只表乖乖陪我20年30年，那 Explorer 40则是赢在那一个简单，那一种简单的无聊，那种最安全的那一种状态。那机芯的部分的话，两只我们刚刚讲的都是用3230。那其实如果你只停在这边，你会有一些错过其实在佩戴感上面的差异。OK， 这一颗机芯其实是在就是所有劳力士里面的 Time Only 的运动表，像是 Submariner 的无日期 Explorer、Oyster Parachrom， 它的耐用性基本上你完全不用怀疑。所以以我们玩家来看这两只手表，我们根本就不会拿3230来当成一个区分点，我们会关心的点是它的整个结构跟厚度。Air King 是这个厚度 11.6， lug-to-lug 是 47.5 左右，表耳是21。那 Explorer 也是 40mm， 厚度也是 11.6， 但是它的 lug 宽也是21，那大致上也是落在 47.8。 看数字的结构会感觉它们就是一样的壳。其实我刚刚已经讲了， Air King 有护肩，有 case band， 那它整个的线条是更运动更硬的。那正面看表会有比较放大感的错觉。 Explorer 2它在侧面整个是很柔和，那它的圈也略厚，视觉上面会感觉比较收敛，会比较内敛一点点。那两只手表都是用 Oyster 3节式的实心链结，加上 Oyster-lug 的安全扣， Easy Link 的5mm 的延长，所以实物上的使用感跟功能上的差异并没有很大。那因为 Air King 的资讯它非常的满，表壳的线条又比较刚硬，所以上手会有一种比较厚重的感觉。 Explorer 2则是分布的很平均，你就很像戴一只放大版的 Datejust 36。
所以我就说，在 Datejust 36跟41，其实中间还有一个选择，我也觉得很不错，其实就是 Explorer 40。OK， 那当然 Explorer 40如果我买来的话，我觉得就是拼命的玩表带吧，因为它真的是一个表带的一个百搭的百变金刚。那2支防水都是100米防水，螺牙的底盖，然后都有这个 Twin Lock 的这个旋入式表冠，洗手淋浴去海边玩绝对都不是问题。你要虐待它们，除非了你是故意去撞瓷砖大理石不锈钢珠，不然这个机芯跟壳本身其实很难被你弄坏，这是劳力士一贯以来的耐用。如果你的手腕偏细是在16以下，那有护肩加上长一点的表耳到表耳，会比较更像是手腕上的小积木，它存在感会比较强一点点，所以我会建议就是16以上来选这个 Air King。OK， 那你如果搭配 T 恤、外套、飞行夹克，那这个 vibe 就对了。毕竟它本来就是速度、飞行、仪表板的一个语言。那 Explorer 40呢，对大部分16.5到18公分的手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手表，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娘，因为它的尺寸到了40，虽然它的壳形修饰是比较圆润，它没有护肩。入袖口也比 Air King 会感觉更融入许多，日常的办公西装外套都能处理。那视觉的重心会比较贴近在手腕上面，所以戴久它的存在感其实不会那么的明显，反而更像一个戴了就会忘记它，但是你需要看时间的时候，它一直都在你旁边的那一种感觉。OK， 所以机芯一样，壳型护肩不同，面盘的密度不同，但这2支在日常上都是心理体验完全不同的一个存在。所以如果你们只是还在看规格去选表，说真的，你们就停在买手机看 RAM 容量的那一个阶段。真正的差异都是那个佩戴感，在你脑袋里产生的情绪里面所发生的。OK，Air King 它是$7400。Explorer 40则是$7700，那简单的汇率来算，如果我们以一个美金是31.5块的话，那一个美金是7.2块人民币的话，大概就是Air King 就是233000的这个台币，人民币是53300。那 Explorer 40呢，则是245000，人民币是55400。其实这2只表呢，专柜上可以去问问看，基本上不会很难排到这个表。那如果真的急的人，其实去水货商那边拿全新的表挑当年度当月份的表，那个出厂的这个保卡，其实价格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了。那实际上，当然各国会因为税率然后汇率会有一点点差异。那所以你会看到现场的价格会比我们现在这边报的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这也是正常的。那很多人会自欺欺人，就是说没关系啦，反正专柜排不到再说。但是其实很多人一开始就知道不见得排得到，因为它再怎么样 Air King 它算是运动款，其实它在刚发售的时候市场上有一点小溢价，那现在已经都慢慢都回稳了。所以其实基本上 Air King 在官方的这个 AD 店，你要提到官方价，其实几率是还蛮大的。那生活质你真的去好好的去排一下，其实应该不难排到。那 Explorer 40呢？那因为它是新尺寸，加上这一条线本来就有非常庞大的一群信徒，那所以它的2级常常比 Air King 会再稍微价格再好一点点，就好一点点。OK， 所以如果你是打算走排队等通知这条路线，我觉得这2只的难易度都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那我以收藏圈的人来看价钱，我们不会只看牌价，我们会问3个问题，就是这一些表在品牌线里面，它是不是一个不可被取代的角色，还是它只是一个尺寸的变体？我觉得 Air King 在品牌里是唯一保留着黄绿 logo 仪表板设计的一个怪胎，那 Explorer 则是比较像是对36的 millimeter 的一个补充的扩充的一个产品。从产品的策略来看，我觉得是一个 size option， 是一个尺寸的一个多的选择。
那这只表如果之后停产，回头来看 Air King 的 Bloodhound 这个仪表板的延续，从116900到126900的修正，我觉得它的故事性很强。虽然它是在2014年之后才出现的，但是 Explorer 40呢，目前则是看起来，我觉得它会在劳力士的产线里面更会变成一个常驻的一个款式。所以在这个预算还有没有别的更必要的解释？我觉得很现实，就是如果你只是一生想要买一只劳力士，那我会真的建议你想清楚，你到底要买什么品牌 logo， 它会变成一个你的性格的一个设定。如果你只是想要挂一个皇冠在手上，觉得我终于有一只劳，那 Air King 跟 Explorer 之间其实就是刷卡刷哪一只而已。而真正该问的是，这一笔钱砸下去之后，这只表会不会让你觉得开心？会不会觉得让你觉得生活多了一点点不一样的颜色？如果答案是不会，那问题就不是选这两只选哪一只，而是你根本没有想好过你要的是哪一只表，甚至根本就不是这两只表。那今天我们主题讲的是这个，那我觉得适合 Air King 的人，就是你接受看起来有一点点热闹这件事情，你不怕被问，就是说你这只表的面盘好特别是哪一块，甚至你会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你花钱买来所附带的一个价值，你愿意抬手每次看时跟这个仪表多互动1秒。你的穿搭不是那么的正式，有的时候穿 T 恤，有的时候是这个 oversize 的外套，有的时候是飞行夹克，甚至是牛仔外套之类的。Air King 的护肩啊，整个壳型都会帮你增加一点点运动感、硬汉感，整体的感觉都会很搭。OK， 那如果你真的是每天都穿的是西装、正装皮鞋，那我觉得这一只表就会有的显得太 sporty。OK， 那如果你们想要选这个 Explorer 40的人，我觉得就是你要的就是一只戴10年、20年都不会烦的表。那我觉得多一点点的诚实，上班要带，约会要带，出国要带，你在时间的分金上不会被细节所影响。你要的就是一直带着它，它就跟你融在一起的工具。我觉得369的干净面盘加上 minute track， 我觉得就是为这样的人设计的。我觉得这个表它的穿搭光谱非常的广，从西装到拖鞋、短裤都没有问题。我的拖鞋可能指的是 Birkenstock 或者是那种比较酷的罗马凉鞋了，当然不是指蓝白拖了。我觉得蓝白拖穿起来有点太像广东的大地主了，那个实在是不在我的这个审美范围之内。OK， 那当然了，我觉得选这个表的意思就是它不会抢过你人的这个性格，那它会让整个状态一直处于一种很平衡的一个结论。那如果你的手腕是在 16.5 到 18.5， 我觉得选这个 40mm 或者是之前的这个39的 Explorer，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OK， 比例上很好，然后视觉上又比 39mm 更协调，然后你在乎的是安全感。Explorer 40拿出来，同圈子的人会说，你选这个就是还蛮经典的，那它又不会像是 Daytona 或者是水鬼那么的显眼，让你变成就是大家一上餐桌就是说，你带一个劳力士水鬼，你愿意接受它的那一种最简单的设计。很多人喜欢说它是无聊，可是我常常都会说它是回归最原始劳力士味道的水鬼。当然除了不是水鬼 Explorer， 除了 Explorer 之外，其实很多老的 Air King， 大家如果去看读古董表的话，应该就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个就是我们讲的最原汁原味的劳力士。然后再加上Air King 什么 Explorer 369，这些设计其实都是劳力士最原汁原味的那个 DNA。OK， 那我这边还是要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如果就是你现在手上完全没有任何表，那你预算就只够买一只入门劳力士表，你们一定会用哪一只表比较保值来思考。很抱歉，如果你们还在这样子思考这件事情的话，那就你们根本还没有准备好花这个钱。如果你们要别人看的是你有一只劳力士，那其实我觉得辨识度更高的 Datejust 或者是 Oyster Parachrom 可能还会更适合你，而且更诚实。那如果你的腕围在15公分以下，那你硬要带一支 40mm 的 Air King 或 Explorer， 那你就不是在追风格，而是你在玩的是一个自尊。OK， 所以把这些幻想拆掉，好吗？我们再来回来看看 Air King 跟 Explorer 的差异，才会真正具备它的意义。OK， 那讲到这边，我们回到一个最开始残酷的问题：同一笔预算，我到底该怎么选？
我只能说，在这样的预算下面，我们不是在选表，是在选一个让自己不会后悔的理由。很单纯，想要有一点反骨，选 Air King。如果你想要未来对整个你的审美如果有改变，也不会后悔的，那就选 Explorer。OK， 所以你其实真正在选的就是你未来生活中成为什么样的人。OK，Air King 就是每一次都要 remind yourself， 就是你是一个选了一个比较难懂的东西。Explorer 40， 这是你每次抬手都在告诉你，就是很多东西 keep it real，keep it simple 就好了。OK， 所以不论手表贵跟便宜，他们都留不住时间。每一个当下，你我都在创造属于你我的历史。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开心，然后代表可以让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对于时间，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以及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如果你们已经决定好你们是哪一种人，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最后选了哪一支或为什么。当然，如果你们还在犹豫，我觉得这支影片至少可以让你们自己逼你们自己诚实面对一下，到底你们在想什么。我是烂手的设计师吉米，我们下支影片、下一次 podcast 我们再见 ，peace。